新闻里正在报道大量蚊群出现，所过之处家畜变成干尸。此时的祁煜两眼发呆，嚼着鲜花，一只蚊子叮在他的手掌，一掌下去，蚊子安然无恙。紧接着左勾拳加右勾拳居然叮在他的脸上，这让祁煜彻底发狂，追着蚊子胡飞乱撞。这是打算消灭在阳台之上啊！这位染着黄毛、两眼发光的小伙，就是我们的战士杰诺斯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偷，独自一人正在行窃。突然，乌黑的蚊群袭来，直接将他的血液吸干，只剩一堆白骨。而在蚊群之中有一位妖娆的美女，她就是我们的蚊姐姐。正在她享受之际，杰诺斯一个掌心火发起攻击，却被轻松躲避。原来这位美女是蚊群之母，她操纵着蚊群帮她吸血，只要把她除掉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蚊群朝杰诺斯发起攻击，他轻抬手臂，整个蚊群被焚烧殆尽。蚊姐姐大吃一惊，杰诺斯飞檐走壁，朝蚊子精发起攻击。杰诺斯有惊飞战士之称，真不是浪得虚名。启动机关发射炸弹，被蚊姐姐轻松躲避，两人实力难分伯仲，一个断了胳膊，一个少了腿。杰诺斯汇集全部火力发起攻击，蚊姐姐死里逃生。随后他汇集全部的蚊群，将血液注入他的体内。看着乌黑的蚊群，杰诺斯打算尽早了结。就在这时，祁煜追着蚊子跑了过来。杰诺斯告诉祁煜，想要保命就快点离开。祁煜打算一起离开，但为时已晚，大量蚊群袭击而来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杰诺斯轻抬手臂，经费再次升级。只听一声巨响，整个城市流着滚滚岩浆，而祁煜被烧得一丝不挂。杰诺斯非常震惊，这个人居然安然无恙。此时的蚊姐姐变得异常强壮，但确实真丑了。杰诺斯已不是他的对手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正当他打算自爆同归于尽之际，祁煜一拳打去，墙上只剩一滩血迹，天空和大地被画出一个中分。杰诺斯看了异常错愕，立马想拜祁煜为师。第二天，杰诺斯整装出发，出现在祁煜门前，两人卧膝长谈。杰诺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这样的啰嗦让祁煜很是无奈。另一半，进化之家的老大吉纳斯对祁煜产生了很大兴趣，想请他到他的进化之家。派出的蟑螂男拉开阵势，刚要开打，被祁煜一拳打得脸部开花。杰诺斯打算消灭楼下那俩，祁煜抢先一步将他们打倒在地。他仅仅普通的一拳很是随意，将兽王打得尸首分离。另一边，杰诺斯将大猩猩打得满地找牙，他还想着兽王过来救他。就在这时，祁煜走了过来，拿出兽王眼球，大猩猩顿时认怂，全部招供。那么祁煜见到吉纳斯又会发生怎样的火花呢？大猩猩对两人讲述了吉诺斯的经历，他本是一个天才科学家，但他的理想却没有一个人帮忙，从此变得异常狂怒。70岁的年纪加速了推行计划，吉诺斯研制药物成功，获得青春，成立进化之家，克隆出了自己。他的研究也从动物转向人体。吉诺斯对祁煜的身体很感兴趣，祁哥听了一脸惊讶，我对男人没有兴趣。杰诺斯解释道，他只是想研究老师的身体，我们坐以待毙，不如发起攻击。祁煜转身就去，杰诺斯还想阻止，原来祁煜不想错过明天的特卖日。另一边，吉诺斯对战斗的势力异常愤怒，看着将要攻击进化之家的两人，为了不让研究成果毁于一旦，吉诺斯打算放出阿修罗独角仙。众人听了异常错愕，因为他的实力在进化之家排名第一。祁煜和杰诺斯快速疾跑，翻山越岭来到进化之家。杰诺斯一个炸弹，顿时烟消弥漫，整个建筑被夷为平地。祁煜很是困惑，这么暴躁是要干嘛？吉诺斯见到独角仙，因为无法控制杀戮，所以把他关在地下。独角仙被这样对待，异常不满。吉诺斯向他讲述了祁煜的强大，想把他的身体做成样本。有这样的对手，独角仙听了异常兴奋。双方在暗道相遇，独角仙一掌把杰诺斯打成现代艺术品。祁煜看到徒弟被打，异常愤怒。两人来到战斗场地，就在开战之际，杰诺斯突然发射了炸弹。独角仙很是疑惑，你怎么还活着？随后，杰诺斯花里胡哨的一顿猛击，发射炸弹飞檐走壁。就在即将击中独角仙之际，被打得翻滚出去，一下落在祁煜怀里。他轻抬手臂还想攻击，独角仙仅凭小嘴吹气，一下将杰诺斯烧成了爆米花。独角仙和祁煜展开攻击，他一个瞬移来到祁煜身后，紧握双拳抬手攻击。祁煜仅仅一个眼神，独角仙吓得满头大汗，飞身逃避。吉诺斯看到这样的场景异常错愕，独角仙非常困惑，他问祁煜：“你的身上都是破绽，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”紧接着，祁煜讲述了他的经历，不管多难，每天锻炼，仰卧起坐，立定跳远。1年半之后，头发秃了，但是也变强大了。拼命锻炼才是变强的唯一办法，而不是新人类进化。众人听了这样的解释，一脸懵逼。杰诺斯大喊：“老师，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！”独角仙感觉被耍，身体换了颜色，开启阿修罗模式。他向祁煜发起攻击。祁煜想到这种暴走模式还要持续1周，自己将要错过超时特卖日，他异常气愤，仅仅轻松一拳就将独角仙打得尸首分离。杰诺斯看到如此恐怖的祁煜，杰诺斯向他展示了祁煜在乎的东西，更是一脸懵逼，呆呆地看着两人穿墙离去。接下来，祁煜能否遇到一个让他使出认真一拳的对手呢？号称一拳可以消灭一个怪物的祁煜，竟然也会遇到重大困难。他一脸迷茫，
陷入了深深的惆怅。即使杰诺斯听了，也是异常错愕。一个光头带着小弟正在宣扬所谓的正义，不用工作，不用吃穿。虽然他极力嘶吼，路人却无动于衷，这让光头异常愤怒，打算干掉首富的豪宅。他命令手下执行计划，小弟使用新开发的武器，一拳下去，房屋瞬间倒塌。但是他们搞错了，这不是首富之家。光头发话，错了不怕，继续出发。另一边，祁煜起床刷牙，新闻里正报道光头团的行迹。对于这样的案件，他无意过问，但是里面的成员和他发型一致，这让祁煜无法容忍。他披风戴甲，马上出发。对于这些在搞破坏的家伙，其实警察也无可奈何。就在这时，无证骑士飞驰而来，他放好洋车，准备开打，谁知一下被干趴下了。管家让首富赶紧逃命，忍者索尼克已经到来，他告诉首富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索尼克和光头团在树林里相遇，他告诉众人，想要活命就马上离开。光头手臂一挥，他朝索尼克发起攻击，只见几道光影闪过，众人已经失手分离，这把光头吓得满头大汗，他双拳紧握，猛砸大地，产生的威力惊天动地。随后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攻击，索尼克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光头身后，正当他得意之际，一个飞刀过去，瞬间倒地。而人们看到光头的祁煜，以为他是坏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正当索尼克打电话之际，光头已经没有了踪迹。逃跑的光头和祁煜相遇，他双拳紧握，肌肉暴涨，发起滚动攻击，却被祁煜双手轻松抵挡，然后轻轻一拳，光头身上没有了任何东西。他向祁煜求饶，因为自己不想工作才会出此下策。七哥心地善良，让他滚回家去。祁煜打算离开，没想到又和索尼克相遇了。七哥连忙解释，我是业余英雄，为民除害。索尼克说道，就你这个发型还想抵赖？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。这让七哥异常尴尬。随后，索尼克以极快的速度在祁煜周围飞檐走壁，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是满意。紧接着，一个疯人脚踢向祁煜，却被轻松躲避。在他下落之际，身体的某个部位撞到了七哥的拳头之上，这种滋味真是酸爽。他双腿合拢，身体发颤，决定下次再战。祁煜回到家，正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。他告诉杰诺斯，自己的知名度太低了，斩妖杀怪为民除害，不仅没有粉丝团，人们还把我当成坏蛋。杰诺斯告诉祁煜一个方法，通过考核加入英雄协会，以祁煜的实力又会颠覆哪些考核标准呢？